大批新武器涌入乌克兰，俄军苦日子来了。荷兰1欧元转让18架 F-16驻训练，并和比利时一起援乌2艘扫雷艇。澳大利亚在波兰部署17预警机，收集俄军情报。爱沙尼亚部署 F-35，对俄保持直接威胁。苏梅俄军走出战壕，逐渐投降。11万俄军集结红军村，乌战术环境恶化。S-400神话不在，乌军击毁克里米亚俄防空系统。以战场熄火，但暗战却在持续。精彩资讯马上开始。火力军预测说，乌克兰很快会有一大批新武器装备投入战场，但没想到来得这么快。而且新武器的科技含量作为乌克兰与北约的军工科技结晶，远超同系俄军武器。俄军的苦日子来了。据彭博社披露，法国总统马克龙表示，援乌的第2批幻象2000战机已经抵达乌克兰。与此同时，荷兰以1欧元价格向罗马尼亚转让了18架 F-16。该批战机名义上是卖给罗马尼亚用于培训 F-16飞行员，但实际是援助乌克兰的。据悉，罗马尼亚与波兰是重要的援乌武器中转站，乌克兰空军的 F-16大多驻扎在该国空军基地，而罗马尼亚作为北约成员国，俄罗斯是没有胆量打击北约国家军事基地的。目前，仅罗马尼亚第86航空基地就存有77架 F-16。除空军外，荷兰国防部长鲁本·科尔曼斯宣布称，荷兰和比利时已向乌克兰海军移交了2艘扫雷艇，移交仪式在比利时的泽布吕赫港举行。只是出于安全原因，官方此前没有立即宣布。据悉，荷兰提供的是弗拉尔丁恩号军舰，乌克兰将改名为梅利托波尔号，比利时援助的则是水仙号，乌军将其命名为马里乌波尔号。显而易见，这些名字都极具象征意义。乌克兰的海军正在逐渐重建。话说回来，荷兰对基辅的支持确实够重，不仅在空中提供了24架 F-16战斗机，现在还送来了军舰，让我们为荷兰鼓掌。另一方面，澳大利亚证实称，其将在波兰部署1架E7预警机，以收集俄军的信息，并传送给乌克兰的北约成员国。此前，乌军 F-16与萨博预警机配合，就击落了俄军1架苏35战机。在越来越多的综合信息平台支撑下，俄罗斯优势将显著减少。与此同时，爱沙尼亚国防部长汉诺佩夫库尔也表示，爱沙尼亚准备接收可携带战术核弹的 F-35战机，以再次承担保卫该国领空的任务。俄罗斯对此非常不满，对爱沙尼亚发出了威胁。如俄总统新闻发言人佩斯科夫表示，爱沙尼亚愿意在其领土上部署其他北约国家的 F-35战机，这对俄罗斯构成了直接威胁，称爱沙尼亚的立场升级了当前局势。但爱沙尼亚并不惧怕俄罗斯。当整个欧洲将俄罗斯视为最大威胁时，俄罗斯发出什么声音都没有用。火力军上述所说的援助还只是一部分，但就是这样的支持，俄罗斯都比不了。更何况，乌克兰在得到技术支持后，也在不断提高自己的战力。如在面对越来越多的援助战机时，乌军为了更好地配合作战，不仅果断升级了航空炸弹，将传统500公斤炸弹转换为了精确制导航弹。升级版的滑翔炸弹射程超过60公里，100公里的新版本也通过了测试。乌军还进行了编队协同作战，如 F-16的双编队打击，又或是新曝光的升级版苏系战机的多机编队作战。此外，乌克兰的本命武器无人机也和国产导弹一起还在不断升级，如引擎式的大型无人机 Aeroproject AR2， 这是基辅方面首次公开这款飞机的发射画面。又或是射程500公里、增程型750公里的有隼和雷霆2，这2种可覆盖莫斯科的弹道导弹。无人舰艇方面，乌军发布了新款的多用途无人艇马古拉 W6 和 Kara 智能无人艇，前者除作战巡逻外，还可用于进行疏散和后勤任务。后者的打击距离为100公里，且能够在水面滞留6天，拥有自主搜索攻击目标能力，装备着对空和对地攻击导弹。升级方面，英法德早早表示将加大和基辅的武器研发，特别是德国还提供了远程导弹的技术支持。而近期，加拿大防长大卫·麦坚迪也明确表示，将和乌克兰展开武器的联合生产，尤其是无人系统领域。目前，加拿大正在讨论相关的资金划拨，不排除动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与之对比，难道俄罗斯不想拥有这些能改变战场的利器吗？当然不是。但俄罗斯的现存制度注定无法繁衍出这些经验之花。不信你瞧瞧图160、北风之神以及其核武库中的洲际导弹，哪个不是前苏联的军事遗产？俄罗斯有什么？
总之，战争进行到如今这个阶段，俄罗斯距离胜利已经越来越远。即便俄军夺取了乌东4州，又能如何？最终依然会赢了土地，输了江山。更何况乌军前线的反击依旧强劲。北线苏梅边境目前已呈现出乌攻俄守的战场态势，主要战斗集中在尤纳基夫卡、尼夫卡和伊夫卡定居点附近。综合战争研究所和乌方消息，乌军再次击溃了俄军第810海步旅和第30摩步旅，歼灭了俄大量步兵。此外，乌军还抓获了15名俘虏，这些俘虏来自多支部队，其中包括第104和第106空降师、第4、第110、第155和第810海步旅以及第30摩步旅。流出的画面显示，这些俄军正在一一接受乌克兰人的审讯，在镜头前爆出了自己的信息。目前，乌军已向苏梅所有俄军喊话，要求其放下武器，立即投降。俄方对此尚未发表评论。不过和前段时间相比，俄军在苏梅的进攻态势确实已被大幅削弱，推进也几乎陷入停滞。乌边防局发言人德姆琴科报告说，俄军破坏和侦察小组发动的袭击正在减少。不过德姆琴科也警告说，俄军可能正在该地区重新集结。当然，无论后续如何，当前乌军战略已见成效，苏梅接触线目前稳定。哈尔科夫、库皮扬斯克、利曼、恰西夫亚尔、托列斯克等战场，双方以拉锯战为主，进展都不大。值得注意的是，乌克兰哈尔科夫集团军发言人帕夫洛·沙姆申报告说，俄军正不断沿奥斯基尔河发动攻击，试图通过木筏和船只将摩托车和越野车运送到奥斯基尔河的右岸，以包围库皮扬斯克。乌军则照例出动米格29向俄军阵地投掷 GBU-39导引炸弹，随后又在卢甘斯克和特洛伊茨克动用15枚地狱导弹无人机打向了俄军阵地。空袭过后，俄军基地受损严重，多处军事设施已被完全摧毁。另外，在科斯蒂扬季诺夫卡方向，俄军开始切断托列茨克以西突出部的南部区域，目前已完成了对托列茨克西北方向入口处的森林地带的占领，正继续向西穿过开阔田野，朝新斯帕斯卡村的东北边缘推进。红军村方向，俄军动用20多辆摩托车再度发起突击，乌军则利用 FPV 无人机展开定点清除，阵地前沿可以看到大量的摩托车残骸。与此同时，乌军对俄重型装备的打击也没有停止，如乌军第14无人集团就利用美制的弹簧刀600成功击毁了俄军的一门自行榴弹炮。现场视频显示，该火炮在被击中后还试图逃脱，但随后还是在浓烟中被毁。但若从整体上看，乌军在红军村的战术环境有所恶化。其希尔斯基将军报告说，俄军已在该方向集结了大约111000人。其二，从地图上看，俄军正在使用摩托车从塞里多夫向舍普琴科发起攻击，同时正从东面的米哈伊里夫卡向尼古拉耶夫卡做环形运动，试图绕到红军村后方实施伪3缺1战术。对此，火力军认为，东北与西南方向乌军应立即夹击，吃掉该突出部的俄军，阻止俄军战略意图的实施。在南顿辛帕夫利夫卡方向，俄军从霍里夫卡已推进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的行政边界，但这里的战术环境并不紧张，俄军没有将战线拉平，只形成了一个突出部。南线扎巴罗热方向，乌军观察到俄军调动了7辆装甲车和40辆载有人员和弹药的卡车，向未知地区出发，可能未来几天准备发起进攻。但这种突袭注定毫无效果，毕竟谁家突袭会被提前观测到呢？克里米亚战场，乌军击毁克里米亚 S-400防空系统， S-400神话不在。据开源情报披露，6月27日夜间，乌军无人机群飞向了克里米亚附近的海域，目标直指当地俄军的防空系统和侦测雷达。现场画面显示，乌军无人机巧妙地避开了俄军拦截，径直发起了攻击。视频中有多个俄军的设备都被点燃，在海上闪现出明显的火光，并伴有强烈的爆炸声。乌方随后发布报告显示，俄军 S-400防空系统的关键高价值部件遭到精确打击被摧毁，其包括2台 92N2E 多功能火控雷达、2台 91N6E 远程监视雷达以及一辆 S-400发射车。俄方尚未作出回应，详细的战损有待确认。在防空作战中，基本还是老样子，俄攻乌守，乌攻俄守交替进行。不过相比而言，有了新武器加持的乌克兰，其拦截效果有了明显增强。如此前，俄军1天内发射了363架无人机和8枚导弹，袭击乌克兰多地，但被乌防空部队击落359架无人机和6枚导弹。紧接着，乌军对俄罗斯腹地实施袭击，这几天俄军可是遭了老罪。如据莫什频道报道，乌军突袭了布良斯克地区，摧毁了俄军一处后勤中心，
从前方流出的视频看，乌军精准击中了俄军的第1601后勤中心，率先点燃了对方的物资仓库。接着，俄军的导弹燃料油库也被波及，引发了更大规模的火灾，并不时传出巨响。俄军后勤系统遇袭，无疑将给前线的战士带来影响，特别是导弹仓库、油库受损后，会直接削弱俄军的空袭能力。此外，这几天受袭的地方还有库尔斯克的防空系统、别尔哥罗德的加油站、沃罗涅日、坦波夫和喀山的军工厂等，更多损失正在澄清中。乌军韧性十足，团结一心，而且已变得更加强大，也将为自己赢得公正持久的和平。世界另一角，以伊战场虽刚刚停火，但双方的暗战却没有按下暂停键。这一场12日的以伊冲突凸显了情报战的杀伤力。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的多个官员甚至接受国际媒体采访，公开炫耀袭击伊朗的计划。如25日时，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局长戴维·巴尼亚向公众发布了一段视频，赞美了此次在伊朗行动的摩萨德特工，并表达了摩萨德未来将在伊朗境内持续渗透的决心。26日，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也表示，以方在冲突期间曾计划清除哈梅内伊，但始终未能找到合适机会，或许是因为哈梅内伊始终躲在地堡里吧。在采访时，他还表示这件事不需要得到美国的许可。而据最新消息显示，以色列特工摩萨德正继续在伊朗首都德黑兰行动，且再次成功清除了2名革命卫队的成员和1名核专家。不过，截止目前，以伊双方并未公开回应此事，相关消息有待验证。伊朗媒体称，虽然双方同意停火，但伊朗情报部门仍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而且因摩萨德的深度渗透，伊朗正在其境内浩浩荡荡地展开清查行动，捣毁了与美国和以色列有关联的多个间谍网络，并加速处决间谍特工。如据 BBC 27日报道，以伊停火后，伊朗当局展开了一波大规模逮捕行动，并处决了多名涉嫌与以色列情报机构有关联的人士。据统计，在为期12天的冲突期间，伊朗当局处决了3名被控为以色列从事间谍活动的人士。停火协议生效后的隔天，又有3人因类似罪名被处决。伊朗将这些行动归咎于以色列摩萨德情报机构，是出于国家安全考量展开的清洗行动，但许多人担心这可能是伊朗当局打压异己、加强社会控制的手段。以色列和伊朗持续了数十年的情报战，双方潜入手段，迷雾重重，但经过此轮12日战斗，以军层出不穷的手段，我们才得以窥见一二。以军出击的第一招是先瓦解伊朗军事高层。在崛起雄狮计划中，以军率先打击的对象就是伊朗的军事部门，如德黑兰南部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总部，其总司令侯赛因·萨拉米被成功清除，让伊军一时陷入群龙无首的地步。虽然伊朗紧急之下决定让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穆罕默德·巴盖里接替萨拉米的职务，但神出鬼没的以特工却在巴盖里任命当天将其清除。连续2名最高层被清除，让伊朗军层人人自危，不愿露面，指挥系统陷入一片混乱。之后，以军在保持对伊朗军事打击的同时，凭借精准情报，又先后成功清除了多名伊朗高级军事官员以及9名和相关人员。眼见伊军高层不露面，以色列又玩起了请君入瓮，目标直指伊朗的航空航天部队。据一媒的披露，摩萨德发起了有针对性的虚假宣传活动，制造了伊朗航空航天部召开紧急会议的假象，并敦促相关人员务必出席，然后使用虚假号码致电20多名空军高级参谋人员，将他们吸引到德黑兰郊外的一个防御工事掩体中。在伊朗空军高层官员全部落入圈套后，以军派出战机精准打击。当时包括伊朗航空航天部队司令阿米尔·阿里·哈吉扎德以及其7名副手同时丧生。再之后，吃一堑长一智的伊军没有上当，但以军却玩起了新招数、新力战。如摩萨德人员直接致电20多名伊朗高级将领，并向其发出赤裸裸的威胁。其内容据《华盛顿邮报》披露的一段通话录音显示，一名操流利波斯语的摩萨德特工在通话中直接向对方通报了数小时前刚刚被定点清除的伊朗军官名单，甚至称当时并未死亡的国家最高安全委员会秘书阿里·沙姆哈尼已死，然后告知这名将领在12小时内带着妻子孩子逃跑，并录制影片，通过电报平台上传，公开与伊朗政府划清界限，如果不合作，就将成为下一个被清除的目标。以军这一招很高明，直接混淆视听，让伊军忙中做出更加错误的判断。这样一来，伊朗各个职能部门的效率会降低，凝聚力也会受到破坏，最终无法与以色列抗衡。即便意识到问题严重的哈梅内伊火速进行了人事重组，一批新上任的将领填补了革命卫队司令、
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航空航天部队司令和应急指挥部司令等关键职位的空缺。然而，刚上任不到4天的伊朗应急指挥部新司令阿里·沙德马尼又被以军打死了，这直接让以军军心散了。同时也让这些伊朗高层明白，以色列在伊朗的情报渗透率是100%，清醒地认识到自己不是安全的替补，而是下一个靶子。最为讽刺的是，连伊朗情报部门负责人穆罕默德·卡奇米及其副手哈桑·穆哈盖格将军也是被以军特工清除的。据统计，此轮以伊冲突已经导致伊朗超过20名高级将领和数个职能部门的高级官员被清除。摩萨德局长戴维·巴尼亚表示，摩萨德为这场行动努力了数月甚至数年之久，是摩萨德、以色列军事情报局、阿曼和辛贝特3大情报机构协同合作的结果。数年来，伊朗政府经历了多次整顿，但根本性问题仍未解决。这意味着以色列对伊朗的渗透已经演变成一种系统化、网络化的模式，双方在安全保护措施上都极为严密。那以色列情报人员是如何发展的？为何能见缝插针如此成功？一方认为成功归功于以色列特工的敬业，和因于伊朗政权不得人心。在伊斯兰革命之前，伊朗与以色列的关系极为密切，比亲兄弟还亲，几乎到了不分彼此的地步。但在伊斯兰革命胜利后，约有400万伊朗人离开祖国，而目前在海外的伊朗人中，美国是他们最集中的国家。多年来，他们持续与国内保持着联系，这种联系催生了对美国的向往。此外，伊斯兰革命未能解决贫富差距问题，也未能根除腐败，而这些因素为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渗透创造了条件。据悉，伊朗当前政权奉行优先确保内部安全策略，其情报机构核心的使命是为镇压反政府势力。加上在美国的制裁下，伊朗经济疲软，因此伊朗民众更容易被以色列用金钱策反。而美以一直想打击伊朗核能力，伊朗方面却主动公开了部分核心和科学家的信息，这不轻轻松松就将其拿下。那伊朗没有反抗吗？当然不是，伊朗情报部门也同步展开秘密反制，持续从约旦河西岸及以色列本土招募间谍。如冲突爆发前，伊朗情报部门哈提部就通过国营电视台发出威慑，宣称即将曝光一批以方敏感文件，涵盖核设施情报与美欧的国防合作情况等内容。在空袭前24小时，伊朗媒体公开了首批密档，称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与以色列保持全面合作。在冲突爆发后，伊朗开始报复，如伊朗导弹击中了以色列南部城市贝尔谢巴的一处科技园，这里被称为以色列的网络首都，又或是被以色列誉为以色列科学与军事大脑魏茨曼研究所被击中。此外，伊朗还轰炸了摩萨德位于特拉维夫的行动策划中心和以色列军事情报局等。据统计，在以伊冲突12天中，伊朗情报和安全部队已经逮捕了超过700名为以色列从事间谍活动的人。目前，这些间谍正面临迅速而严厉的判决。这样做也是为了打击以色列的嚣张气焰。总之，通过战场表现看，在情报领域，以色列与伊朗之间存在明显的代差。美国和以色列的情报机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视为伊朗情报部门的导师。鉴于目前以色列的强势与伊朗的弱势已形成一种固定格局，这种态势在短期内是难以改变的。说一个糟心的是，俄罗斯居然禁止在被占领区学校使用乌克兰语。俄教育部6月23日发布命令，称自9月1日起，俄罗斯将禁止在被占领的乌克兰学校中使用乌克兰语。俄方称这一决定与世界政治地缘变化有关。乌克兰外交部6月24日发表声明，谴责俄方的做法是在被占的乌克兰土地上实施种族灭绝政策。我们都知道，语言和文化是一个民族的基因密码，对一个民族最大的灭绝就是清除其语言和文化，快速同化被占领区，是俄国人数百年来的作风。据防御博客报道，日本海自参谋长斋藤宏上将宣布，日本海上自卫队最上号成功部署了无人扫雷艇，并成功进行了首次实弹排雷。这项测试验证了无人舰艇在扫雷方面的效能。报道说，该试验于6月15日至16日进行，由一艘最上级护卫舰远程操作一艘无人扫雷艇，及其搭载的一具自走式扫雷发射器完成。据悉，无人艇先从护卫舰驶出，引导至目标区域，并在远端指令下成功摧毁水雷。此次测试中使用的无人水面艇由日本海洋联合公司旗下专门从事先进海军技术研究的 GMU 防卫系统公司开发。该平台是整合最上级无人艇上的一系列无人扫雷系统的一部分。日本海上自卫队称，这项行动的成功不仅证明了无人水面艇和电磁干扰系统的可靠性，也证明了其适合未来的作战部署。此外，海上自卫队还说，
接下来将进行更多演习和系统验证，目标是将无人水面艇的能力完全融入常规的水雷对抗行动中。好了，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大家还知道哪些援助乌克兰的消息？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